不管我们看两党或看柯文哲现在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民众党能够起来，像是靠柯文哲的魅力，加上多数民众对于两党的极度失望，所以民众党会有这么多狂热的支持者。民众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定位好，作为一个政党，他是要有什么样的任务？他依旧想要成为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柯文哲他没有利用他的魅力去将民众党转型，没有整合派系跟人心的手段，这个其实跟他是亚斯伯格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只会钻牛角尖，然后发飙，砰，敲桌子。不管好人还是坏人，真正的政治家是要懂得用人。我看他的状况就是离开了蔡壁如以后，他真的就不会用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次柯文哲的事情我自己在看，为什么这次的题目叫做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以前我还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因为它是马克思的思想嘛。可是近年来，我再重新去看一些历史的脉络变化。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是研究经济史的，他告诉我一个观念，就是任何的政治的变动背后都有经济推行政治的变化。就是讲白点，政治的本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多半都是解决一个问题，叫经济问题。讲个很直接点的啦，台面上的所有的领导人，除了集权国家或集权的政府以外，多半都只是傀儡而已。看起来他们好像有决策权，殊不知他们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背后都是因应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做出来的决策。最厉害的政治操作方式就是躲在背后，所以也可以提到像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乱，因为美国的背后就是深层政府。有些人讲这个是阴谋论，应该这样讲，深层政府不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它只是各方不同的利益集团去推动美国政府去做出一些诡异的决策，也就是它只是为了满足这些利益集团的需求，但是利益集团的需求跟国家的利益是两回事，所以就会出现一个事情，明明中美贸易大战是对美国跟中国都是不好的事情，但还是打了，因为背后有一些利益集团在推动这件事情的发生，去鼓吹我们说的这种民粹的产生。这个背后又有新的问题，就是政权它是怎么取得的，就是透过我们说的建立假想敌。对，那美国内部的问题，因为它是利益结构的问题，无法解决怎么办？创造新的外部问题啊，然后没想到是他们创造一个新的假想敌以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这个是美国现在的问题。那为什么讲到美国，讲到这些，回到台湾现在，不管我们看两党或看柯文哲现在的问题，背后其实都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所以你会看到柯文哲被收监，其实柯文哲被收监只是一个指标而已，所以柯文哲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才是真正我们去讨论的。很悲哀啦，我只能讲说，最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柯文哲出来会吸引很多台湾的小草或者是许多年轻人的支持，是因为在台湾呢，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它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基本上都是大资本、大财阀。这些大资本、大财阀，国民党讲白一点就是台商嘛。台商基本上是最支持国民党的，所以台湾经济的衰弱，让很多台湾的台商他没办法把这些经济的利益拉回台湾，所以也变相的减少了国民党背后的力量。所以你去看尤其是在 ECFA 没有通过以后，那个服贸货贸没有通过以后，国民党迅速衰弱，它是一个象征性指标。因为明眼的台商都知道，我不行再押宝在国民党身上了，我要押宝在共产党身上了。一个直接点就这样。那民进党的话，它背后的利益集团就偏我们说的美商跟日商。就是美国资本跟日本相关的这些企业集团，他们会支持民进党。这个其实早在党外时期就有端倪了，尤其是党外时期，党外的这些人能够存活下来，一部分是来自于流亡到日本的这些我们说的以前的台湾的一些资本，还有一些是美国那边的财团，还有美国的那个我们说 CIA 啊，还有美国在台协会，他们是有意无意的对 AIT 嘛，去扶持一个对抗蒋家的势力，
所以民进党天然亲美也亲日，这是从他建党之初就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民进党的政策会以反对统一，然后维持现状？原因就是因为在美商跟日商他们的生意当中，两岸和不和平其实不是他们的首要，他们要的是在台湾的独家的那些特权买卖权利。就两岸和不和平对他们来讲不重要了，因为就算打仗了，他们的资本也不在台湾，所以台湾死掉也关他屁事，他要的就是在台湾的特权。他只要在台湾有特权，他就很开心了。所以为什么民进党跟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的吃相会比国民党难看？可以讲白一点，因为民进党上台就是要分赃，对，这些人就是要特权。民众党创党之初根本没有资本支持他，因为讲白一点，因为你就是一个没背景、没钱的小屁党嘛，对不对？所以开始民众党能够起来，基本上是靠柯文哲的魅力，再加上多数民众对于两党的极度失望，而让民众党有存活的空间。所以民众党的本质是民众支持起来的，就是这个党是靠民众而生，它不是靠资本而生的。所以为何会有这么多狂热的支持者或狂热的那个信仰者？所以民众党它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属于什么？就是本土力量。而这些本土力量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小摊小贩，它不是那种大公司。那民众党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众党有一些人，他是过去国民党跟民进党都唾弃的政治人物，然后他们加入了民众党以后，还想要玩以前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玩法，然后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落魄的金主，这些落魄的金主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都看不上的，但是他们的资本额很大，然后就跟他们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原本有5000万，那个金主一次投1亿，这个党到最后是要听民众的话，还是要听金主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一个很无奈的地方，就是民众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定位好，他作为一个政党，他是要有什么样的任务？他依旧想要成为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不然他干嘛要去拉那些金主进来？民众党会变成这样不意外，因为他建党之初就是没有一个纲领的，他没有一个明确他要做什么事情，那当然只能依靠柯文哲的魅力去支撑这个政党。然而柯文哲虽然有这样的魅力，他没有利用他的魅力去将民众党转型。我觉得柯文哲没有蒋渭水跟孙中山的魄力。这两个人之所以会被人们称为伟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的组织在社会当中的定位跟角色，然后能够在正确的时间跟正确的地点做出合理的决策。柯文哲有那样的魅力，但没有那样子整合派系跟人心的手段。这个其实跟他自己一直在鼓吹的他是亚斯伯格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只会钻牛角尖，然后发飙，嘣，敲桌子，但是他不会去协调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当他不会协调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他还放任矛盾扩大。没错，当矛盾扩大以后，就是不断在消耗掉他的力量。你看，最一开始支持他的人跟帮助他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不要说不在了，变柯黑啊！就离开柯文哲的每个都变柯黑，然后每一个都被黑说是因为分不到钱、分不到位置。可是现在慢慢证明哦，不是分不到钱、分不到位置哦，有很多本来就不需要钱、不需要位置，根本就没他利益，然后回过头来帮他帮到不行了，回过头还被他黑，还被他身边的人黑，哦，这就要命了。其实不管好人还是坏人，真正的政治家是要懂得用人。我看他的状况就是他离开了蔡壁如以后，他真的就不会用人。